注意看，中国选手竟然在国外被打了。赛前称重现场，老外突然一记重拳偷袭，将中国选手打晕擂台，导致现场一片混乱不堪。而老外做完丧心病狂的举动之后，还准备趁乱逃走溜之大吉。没想到中方工作人员早已关上了大门，并且逮住他一顿正义的铁拳教训他。另一个美国选手也是猖狂至极，他叼着一根牙签，随手扔到中国选手宋克南的脸上，丝毫没有一点尊重可言，还敢推搡宋克南。小伙不可能站着被欺负，立即进行还击，但美国佬还是不依不饶的样子，工作人员都差点拦不住他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在赢下一场比赛之后，扛起旁边的中国女孩就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一场发布会上做出不雅的动作来侮辱中国姑娘，简直太可恶了。他在媒体面前称，中国姑娘都不用追，自己就会贴上来。他是来了之后，其实各种要求是希望你给他买酒，对吗？对，还需要我陪他晚上带他去酒吧。然后还有吗？还有对我抛媚眼，然后呢？送飞吻。对，他在上一次的发布会上，就是跟中国那个选手打的时候，他可能提到了相关很多侮辱中国女性的一些话题，说我来了之后可能找了几个女孩中国的怎么样的，但是翻译没有翻译。他的种种恶行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忍不了。他嚣张狂妄，目中无人，因为他的实力也是顶尖的，他是早期 UFC 打法最狠的猛将之一，菲尔巴罗尼。他的打法简直就是狂暴，而中国的火麒麟王赛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不仅为中国姑娘发声，还发誓要暴揍美国选手。我代表中国，代表所有喜爱格斗的人，我一定要站在这擂台上，让大家见证到中国人很强。王赛一定打得对手后悔自己的言行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红色全套王赛，另一个则是嚣张美国佬。美国选手上来就是抱摔，做抱单腿，王赛搂对方的腿了，勾对方的膝窝，倒地了，打向地面。因为这是菲尔巴罗尼第3次打冠军赛，之前他打过UFC Pride Dream， 还有 UFC Bellator， 对，这是他第3次打冠军赛。2017、2008分别打过。重点是菲尔巴罗尼他是拿过2次全美摔跤冠军的，所以看刚才他把王赛抱起来砸到地上，就体现了他这个摔跤实力啊！而且他年轻时候练健美的，对，看他的腿，看他。美国选手上来就是抱摔。巴罗尼有个绰号叫纽约混蛋，别的选手一般就是简单的推搡一样，赛前炒作一下，并不是真的品行不好。但这个巴罗尼简直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，不尊重中国选手宋克南，还侮辱中国姑娘，他是完全不尊重任何中国人。而他仗着自己实力强悍，也从来不将对手放在眼里。现在他在擂台上表现的实力确实很强，但王赛是不会屈服的，一直在下方进行挣扎。去年是跟 UFC 的前中量级冠军弗兰夏姆罗克打过那个 Strikeforce 中量级冠军赛，可是输了。然后第2年还有跟争夺了 Icon Sport 的这个中量级冠军也输了。这是他第3次冠军赛，就看他能不能拿这个冠军了。对，43岁也是老将了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年纪拿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腰带啊。王赛也不是好惹的。王赛要起身了，哦，小心！而且菲尔布罗尼以前打过7次业余踢拳7 KO， 10次业余拳击10 KO， 哇，还打过裸拳赛，就不要全套那种。那个真是。王赛背靠围拢，一直想站起身，不过对手压制得很死，现在想起身也比较艰难。王赛的局势现在还是比较危险，这个把位想起身非常艰难，对手一上来就直接将王赛带入了地面，显然就是想在地面上将王赛降服。他的地面技术非常强悍，王赛现在也要做好防守，千万不能被对手给抓住时机。巴罗尼的地面砸拳也很强，他的打法风格就是非常残暴。我们3个在这儿斗嘴，对。好了，目前是这是菲尔巴罗尼还是压制王赛，但王赛现在是右肘撑地啊，是有机会起身的。当然非常聪明啊，我知道你膝盖跪地，我就压着你脚踝，你单独的用手是撑不了了。现在给他菲尔巴罗尼的做那个场边指导的那个。哦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要夺冠脱台。哦，顶膝，哇，摆手，再顶，举重，哇，连续的摆手，要一个顶有机会。有机会，王赛不愧被称为火麒麟，起身后就直接箍紧对手的脖子，不会让他有任何反击的机会，连续的顶膝打在对手的身上。美国选手现在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，他完全没想到被王赛挣脱控制，并且还在站立上狠狠暴揍他。王赛现在不仅有顶膝的动作，还有肘击拳法上的攻势，全方位的压制对手，这一点让对手非常难受。最终双方顺势进入地面，但王赛现在完全碾压对手。对菲尔巴罗尼来说很被动啊！哎呀，这个位置要舍身啊，被骑上了。
小心啊！费尔波罗尼怎么放弃治疗了？走击，连续的砸肘。对，走击，怎么回事？侧身高位，看看王赛能不能抓住机会了？哎呀，费尔波罗尼，我不想这么早就拿背了吗？要才能做裸脚。看，哎，拍了吗？这把拍了！第一回合还有。王赛好样的，不到1回合的时间，就直接将这个不可一世的纽约混蛋给终结了。赛前就说了要狠狠暴揍他，现在也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这个就是砸向他把对手砸向地面的时候，把自己全身体重去压到对方。没错。再来看看，关键是他不停的勾骨打对方躯干，对方是肘击和膝撞打他头，而且他上勾拳打对方下巴，很多打通了。而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就两个人真的是疯狂对攻。对，那个王赛就不停的顶膝，不停的甩肘，但是那个波罗尼也没有屈从于对方的这个优势啊。没错。而且我觉得费尔波罗尼的恭喜王赛赢下比赛胜利，打得太精彩了，狠狠打了对手的脸。接下来这场比赛也不容错过，王赛对战日本的速轮幸治，红色短裤王赛，另一个则是日本人王赛，南方选手速轮幸治。王赛在王赛呢有的散打的训练背景，来转型打 MMA， 推广的很好。对，很多日本选手啊，在这个站立层面上，在地面本身就有着这个学校的教育，在上学的时候就有着这个柔道的教育，对，所以呢，很多选手在交劲上和地面控制上都不错。其实从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看王赛在打站立的时候，王赛一个发力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随即就是不断的重拳砸击。王赛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狠狠的暴揍对手，尤其是嚣张的老外，面对日本人更是凶狠。他要让日本人见识到，现在的中国格斗技术很强，已经远远赶超日本人了。刚才在地面上的一波攻势中，日本选手一时间都被打得没有动作了。他也想反击，但是王赛的实力太凶狠了，根本就不给他反应的时间。基础非常大，日本选手这种抗击打，他们的这种毅力啊，确实是需要大家学习。是王赛刚刚是前后手接了一个中扫。哎，王赛示意说击打我的后脑了。同于站立比赛的，首先是时间上，对，它是5分钟一局。是的，这样就因为 MMA 比赛经常会进入地面时间。国际术啊，或者不成国际规则基础。王赛想进入地面，好，主动抱摔。对手呢是做了王赛过来了，侧面回到侧面。双方重新回到了站立，在站立上，王赛也打得很积极，但现在还是被王赛按在了围绳边。日本选手近身缠抱，不想让王赛有打击的动作。在前面的进攻中，日本选手一直都没有占据到优势，反而是被王赛重拳打得很难受。日本选手手足无措之下，只能通过缠抱来化解攻势。王赛的绝对力量也凶狠到发指。地面转换的时候啊，两人的王赛呢现在是碰上是对方的一条腿。对，看看王赛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位置转换过来。好，在侧身顶击，又换了一个位置。手把手。王赛要把他拖入地面吗？在这个距离下呢，经过长时间的厮杀，现在双方的体能消耗比较多，尤其是日本人，他现在气喘吁吁的，被王赛抓住时机，消耗了非常多的体能。一个优秀的选手，体能保持充沛可是很重要的。走击有效了，走击王赛掌握的机会。日本选手经验也很丰富啊，在挨到重击的时候，立马转入贴身的这种贴身战。已经出血了。王赛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 MMA 选手，他的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。前面全程的吊打，现在比赛的时间也即将到了，日本选手也开始着急进攻，他想将反击王赛的，但王赛一直将防守做得很到位，不可能让他得逞。很难摔倒对手。对，王赛能不能在时间结束之前能结束他呢？结束他的对手，来自日本的速轮幸治。
又是一个后手。最后的10秒钟，好，两个人最后10秒钟拼了起来，啊，全腿都有，好。最终王赛碾压对手获胜，打嚣张的老外还得是王赛啊！每一场比赛都打得酣畅淋漓，大家觉得王赛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！波姐，哎，我们看这个王赛的这个肘击啊，就是一个肘击，明显的，哎，对方的口子已经被打开了。就是这时候，又是一个肘击。